Jerry, can I finish the workplay? 加啦，好。Will that one not tomorrow? 哎呦 tell you already 啊 Monday 又听无了。是啦。Now on day already 啦。Walao, this day so busy 嘛 GG。哎呀 chill 啦 bro. Worst case tomorrow just OT 咯。Can. Tomorrow confirm can finish? Can 啦。嘿，我是 Jerr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继上一支影片，我们提到8个大家对新加坡常见的迷思。今年我们公司新来的一个同事，他姓 PNG， 请问他姓什么？方。唔介意。我认为我讲的全部都是事实啦。叶美琪，唔是每一个人都跟你同款，会当凊彩甲查甫人困做伙，好无？干嘛呢？叶美琪，是我讲一句干嘛呢？我绝对当场就给你爆去！上一集我们提到的新加坡的食物并没有想象中的贵，我每天都要吃的斑斓巧克力松饼，在我家楼下的一个小店竟然只要卖1.7块钱，折合台币大概是36块，约莫是台湾小木屋松饼的8折而已。而新加坡也有一些传统的零食跟糕点，像是这个黑猪肉霸瓜，它的英文就是巴。Tastes so good， 八卦。咁都得啊 What do you think? Jonna, like that? Yes! Go yes! Jonna, cannot 啊。有一次跟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新加坡朋友的现实动态，写吉祥昂不贵，对我来讲都有一个疗愈作用，我就非常惊讶，哇，原来新加坡人也吃昂菇贵吗？然后他们就说对，他们超爱的，甚至年轻人都有吃。每个国家都有值得欣赏跟学习的地方，这支影片我们来讲讲看8个你不知道的有趣的事情。有些虽然会让你很压抑，但这同时呢也透露着新加坡的独特的治理模式跟文化，可能也是因为这些，所以才能让这个国家那么繁荣吧。就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们，我这个系列主要会分享我在欧洲、中国大陆、新加坡还有美国的海漂经验。喜欢这类型主题的，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。1. 垃圾通道。新加坡人不用走出家门追垃圾车或者是倒垃圾哦，因为家里就有一个垃圾通道了，通常就在厨房的流理台下方，只要拉开来把垃圾丢进去就行了。每个月也要缴交家庭垃圾处理费，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做好垃圾分类，看起来很不环保。但是新加坡的资源回收率仍然高达60%，新加坡的清洁人员有上万名，他们都在事后进行分类回收。2. 年轻人也买得起房子。新加坡的房子分2大类，一种是 HDB 政府组屋，另外一种是 Condo 私人建商盖的大厦。新加坡大概有100万套的政府组屋，大概80%以上的居民都是住政府组屋。为了实现居住正义并鼓励国民成家，政府规定结婚的男女可以购买政府组屋，如果你是单身的男女，那就必须等到35岁才可以购买2手的政府组屋。由于 HDB 的价格通常比 Condo 便宜好几倍，政府又有一些奖励措施，政府也不允许外资炒房，所以新加坡各种劳动阶级甚至年轻人也有可能可以买房的。 Condo 的话几乎是有钱就可以买，通常还有附游泳池、健身房、一些私人设施，在台湾人眼中就是豪宅的意思。也因此呢，如果你有新加坡朋友看到你年纪轻轻还是单身，就可以买房子了，在新加坡朋友的观念中会联想到你非常有钱。3. 使用同志交友软体会被警告。如果你到新加坡打开 Tinder 或使用同志交友软体，你会马上看到警告讯息，告诫你所身在的国家可能会处罚 LGBTQ 群体。新加坡刑法第377A 是承袭英国之前殖民留下来的刑法，规定男性之间的性行为违法，最高可以处2年的有期徒刑。虽然近年来这个条文几乎没有用来裁决了，2019年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印度呢，也已经将同性性行为除罪化了。近年的新加坡也掀起了是否废除此条文的话题。4. 开车要用车证，用车证称为 COE 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， 一签10年，按照车子的等级分价，一般的轿车是新币3万元，约当台币66万，都可以买一部车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新加坡路上很少看到车，而且就新加坡的大小呢，以及捷运跟公车路线的密集程度，就足以让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了，间接鼓励人民不要用车。5. 用卡片或卫生纸占位子。
他们称为 chop seat。去到美食街或者是 hawker center， 尤其是工作日的中午时间，你通常会在空桌上面看到摆放好好的卫生纸、识别证、名片，或者甚至是手机。人们都会很有默契的用这些东西占位子，却不担心东西会被拿走。不过有一次我跟公司同事去吃饭，他们用手机壳来占位子，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发现手机壳不见了。我们猜应该是清洁阿姨不小心把它当成垃圾清走了。6. 不能看成人网站。新加坡政府在广播法里面明定，新加坡的3大电信商都有屏蔽特定网站的义务，如果不积极履行的话，甚至会被罚款或吊销执照哦。所以要看成人网站的话，就要买 VPN 哦。7. 晚上10点半以后的禁酒令，每天晚上10点半到隔天早上7点，新加坡的公共场合禁止饮酒，也不准零售商卖酒，只能在餐厅、咖啡厅、酒吧或者是自己的家中喝酒。如果违规喝酒，可能会被罚1000新币。8. 当兵出国异地训练，不少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都有类似经验。每当我们坐计程车的时候，不免俗会跟司机寒暄几句。当司机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，他们就会非常兴奋，顿时点燃了司机的话匣子，热情倾巢而出，开始细数当年当兵的时候去台湾有多兴奋、多开心。去桃园去玩吗？做兵啊！哇，你是我第3个听到那个新加坡男生去台湾做兵的耶。那时候有选项吗？可以去台湾、泰国、文莱、纽西兰也有。听说还有瑞士，对不对？瑞士很少，台湾比较多了。台湾、泰国做兵的最后几天，他给我们出去玩。台北、台中。原来新加坡的男子在2年的当兵期间是有可能出国进行异地训练的，甚至我也有同事刚刚认识的时候知道我是台湾来的，也特别兴奋，然后开始讲一样的事情。总体来说，在经济层面，我觉得新加坡政府把国家当作企业在经营，执政者呢，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国际优势还有机会点，来最大化这些长板，在不足的地方呢，也和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来补足短板。因为人口不多，基础建设跟人民素养非常高，所以政策施行起来呢，风行草偃，非常具有效率。而除了经济发展以外呢，我看到新加坡政府近年来也非常积极的发展居住正义、弱势族群的权利、多元民族的共荣、环境保护，还有智慧城市等等的。有时候我们从一个语言可以看出文化的端倪，比如说中华民族讲孝顺这2个字，还有各种成语跟24孝的经典故事。听话和孝顺还要勤快，我们会以你为荣。英文里面却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单字，我们就知道中华民族是多么重视孝亲。听新加坡朋友说 Singlish 里面常常说惊苏，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好惊喜，为什么新加坡的朋友也会用台语惊苏怕输呢？ I'm just 惊苏咯， so better to get well prepared。 他们透露着害怕失去、害怕错过的概念，凡事都非常积极的做到最好，怕落后于别人。所以我认识的新加坡人在国际舞台上通常也非常具有自信，也非常干练，可能也才因此造就这个国家的竞争力那么高吧。看到这边，透过厘清这些新加坡的迷思或者是你不知道的事，相信大家对新加坡这个国家已经有初步的了解。之后我也会做一支影片聚焦在我在新加坡的工作经验，有兴趣的朋友请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